嗨，大家好。前两支影片呢，我们了解到透过 True/False 的判断可以来做资料的筛选。那我们今天直接来做案例的演练吧。好，我们先来观察一下这个图形哦。我移动这个 slider，你看我这个图形也会跟着改变。好，你看哦，它现在其实就是在一个模具里面，然后它在这一个范围里面，它其实有点像是一个圆，然后在这个圆的范围里面呢，它是做这种八边形的形状，在这个圆的范围之外，它是做四边形，然后呢，在这个圆里面的八边形呢，它又有去做这种渐变。所以呢，我们等一下要做的就是先建立这个背后的这个最大的这个网格，然后呢，我们一样像之前妻子的案例，我们透过建立一个目标点，然后我们测量每个这个网格的点到这个目标点的距离，然后这个距离呢，可能在一定范围以内，我们要来做八边形，然后在一定范围以外呢，我们要来做四边形。好，我们先来建立这个背后的网格。我们到 Vector 底下这边，我们选择 Square，然后在 x 方向跟 y 方向的数量呢，我们分别给它15。Size 这边呢，我们先不做调整，然后 Plan 的话，我们一样按右键把它截取出来之后，将这个平面进行隐藏。好了之后呢，我们需要截取出这每一个网格的中心点。截取中心点呢，我们可以到这个 Surface 底下选择这个 Area。好，那呢，我们前面这个网格的中心点呢是这个 Cells， 我们把它送进 Area 的 Geometry 里面，这样每一个网格的中心点都截取出来了。接着呢，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目标点。那呢，这个目标点的话，我们直接从我们已经建立的这个中心点里面去做选取。那我们要选取资料的话呢，之前有教到我们用 list item。那我们到 set 底下这边，我们选择 list item， 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我们要选取的呢是这个 area 的这个中心点，也就是 centroid 这里。然后我们就直接把它先送进 list item 的 item 里面，稍微移动一下。好，那在 index 这里呢，我们来观察一下哦，它现在这边 centroid 的，你看它是 tree 的结构有没有？我们这时候是想要把这一整个网格视为是同一个资料层级里面的，它现在是可能像这样子这一条，它是一个资料夹，然后这个资料夹底下呢有15个档案，然后我们现在想要把它变成是整个是一大个资料夹，然后这一个资料夹里面有这么多个档案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把这个 centroid 这里，我们按右键选择 flatten， 这样子你看它的这个资料结构就变成是只有一个层级的了。然后它现在总共有225务笔档案，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，我现在的这个资料的范围总共就是0到224，也就是225笔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个 index 这里呢，我们直接给它一个范围，0小于224。好，这样，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数值呢直接送进 list item 的 index 里面。好，你点选它，你看现在这个话就是在0的位置，我们可以试着拖动它，你看它就会这样慢慢的跑。然后你在最后一个224这里呢，就会是这个位置，也就是最后一个位置。好，你如果前面这边不是跟着我打15的话呢，你在这里停着看一下，你这边总共是几笔资料，然后再来决定你这个 slider 的范围。好，好了之后呢，我们现在要测量的是这个点跟这每一个点的距离。好，测量距离的话呢，我们到 Vector 底下这边选择 Distance， 在这里。好，那我们直接把 Area 的这个中心点，把它送进 Distance 的 A， 然后把我们这个目标点，我稍微移动它，可能到30好了，可能移动到这个位置。好，我要测量这每一个点跟这一个目标点的距离，然后把它送进 distance 的 B。好，我再移动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哦。好，
它现在这样子呢，其实就把我们每一个点到这个目标点的距离测量出来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呢，我们先确认一下这每一个距离的最大值到最小值是的哪里。那我们如果要了解一整个资料的最大值跟最小值呢，我们可以到 Math 底下这边，在 Domain 这里，我们选择这个 Bounce。好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我们呢直接把 Distance 的这个 Output 把它放进 Bounce 的 Numbers 里面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后面再给它一个 Panel 版。好，你看它这边就会写0到14.4，所以呢，我这边这个点跟这每一个点位的这个距离，最小到最大的范围就是0到14.4。那它为什么会有0呢？是因为我原本这边这个网格的中心点其实也有跟这一点是重叠的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一点跟这一点的距离它就会是0。好。那了解到这个最大值跟最小值呢，我们接下来要设定的就是一个范围。所以呢，可能我在这个目标点的一个范围内，我们要做8边形，然后在这个范围外呢，我们要做4边形。那这个范围的话呢，我先取大概这个最大值跟最小值的中间值，所以我先给它一个7。那我们先把这2个 panel 板删掉。好，我们呢先在这个目标点这边，我们先来画一个圆，来方便我们做辨识。我们到 Curve 底下选择这个 Circle。好，它的点呢就是这个目标点，我们直接把它送进来 Circle 的 Plane 这里。然后半径呢，我们刚刚说是要是7嘛，所以呢，这边我们就直接先给它一个7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个范围里面，我们要画8边形；在7以外的范围呢，要做4边形。那我们这时候就可以直接透过这个距离的选取，我们把它设一个大于小于的值。小于7的范围内，我们就要做8边形；那大于7的呢，我们就要做4边形。这时候我们直接到 Math 底下这边。在之前入门的这个运算里面有教过的这个大于小于的判断，我们这时候选小于。好，我们现在呢要计算的是这个距离，把它送进来。然后这边的距离呢，如果有小于某个值，那我们现在这个小于的某个值呢，是我们刚刚想要设定的这个7。那我们直接把这个7呢送进小于的这个 second number 里面。好。我们来看一下它后面的这个 output， 我们选择上面这个。好，你看它这边后面就有一些 true false， 那这个是什么呢？我们一样后面这边，我们把 distance 的这边，我们给它一个 output， 我们来看一下。它现在呢，其实就是针对这一笔资料每一笔去做有没有小于7的这个判断。我们这边是给7嘛，好，这个有小于7吗？有，所以它是 true。这边都有小于7，对不对？所以它这边都是 true。然后你看哦，到第13笔资料这里，它这边是 false， 所以你看它这边是7.2，它就比7大了，所以它这个时候就会变成 false。然后当然这一笔也一样，所以这边也是 false。那我们这时候呢，就直接利用这个 true、false 的判断，来作为我们这边资料的这个筛选。小于7的呢，它是 true， 然后我们这边要做8边形。然后如果是大于7的呢，它会是 false， 然后我们这边要做4边形。好，那如果我们同时呢要做 true false 的判断呢，我们可以到 set 底下这边，我们之前有教过是用 cool pattern 嘛，那我们可以用这个 dispatch。dispatch 的话，它会针对 true 跟 false 的资料，它会分别给成2条这个分流。好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直接针对 true 的呢去做8边形 ，false 的呢去做4边形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对哪一笔资料做分流？我们要分流的，我们稍微缩小一下，我们要分流的呢是前面这边每一个这个点，我们要把这个点呢透过这个 distance 距离的判断的这边就有这个 true false 的判断，我们利用这个 true false 判断把这个点进行分流。
大于7的呢，它会是这个圆外面的这一群；小于7的呢，是圆这里面的。好，我们直接把这个 area 的这个 centroid 送进 dispatch 的 list， 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是下面要给那个 true false 的 pattern， 我们直接把这个 smaller than 的这个第一笔字的这个 output， 我们把它送进 dispatch 的这个 pattern 里面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分别看一下，我们直接在后面这边，我们给这个 point 的这个参数在这里，我们可以把它先送进来，因为这个也是点的容器嘛，我们就可以直接这样子分别做观看，因为这样的话，它会把 true 的跟 false 的会合在一起，我们没有办法做阅读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可以分别看，你看 true 的这一群它就被筛选出来了 ，false 的这一群它就被筛选出来了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直接针对这笔资料去做不同的动作。这边要画8边形，这边要画4边形。好，画8边形呢，我们到 curve 这边底下，我们选择这个 polygon， 然后我们把它往下复制一次，在这里。好 ，true 的这里呢，就是 list A 这里，我们把它送进 polygon 的这里 plan。然后我们要在这边做8边形嘛，所以我们这边给它一个8，我们把它送进这个 polygon 的这个边长这里。然后它现在这个半径很大，所以它每个这个图都叠在一起。我们这边半径呢给它小一点，我们给个0.3好了。好，送进来，这样就画好8边形了。然后接着呢，我们针对 false 的这个，也就是 list B 这里。我们一样把这边的点位送进另外一个 polygon， 然后这时候呢，我们想要做的是在这边是画4边形，所以我们直接给它一个4，然后作为它的边长。那半径的话呢，我们直接一样用这个0.3的，我们把它送进这个 radius 里面，然后我们可以把这边做一个隐藏，好，移到前面一点，这边呢也做隐藏，这个呢也做隐藏。这样的话，其实基本的筛选动作就已经做好了。你看，它现在已经分别成2种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可以针对这个8边形的部分呢，我们将它进行面的填充。我们可以到 surface 底下这边，我们选择这个 boundary surface。好，在这里。好，我们直接呢把 polygon 送进 boundary surface edge 里面。这样它就可以明显跟这个4边形产生一个区别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再针对这个面去做一个简单的上色。如果要上色的话呢，我们到 dispatch 这里，我们在 preview 这边选择这个 custom preview， 在这个位置。好，你看一下它这边上面这个 geometry 就是我们要上色的东西，它可以是线，可以是面。那我们这个的话，它就是面。然后下面这边 material 呢？我们到这个 primitive 这里，我们选择这个 color swatch， 在这个位置。好，这个的话呢，就是直接可以给一个颜色。这在我们之前教那个向量那边有针对向量去做上色嘛，这是一样的。我们直接在这边选择一个颜色，你可以透过点击这个右下角的这边，我们可以做滑动，我们来选。好，我先选桃红色好了。然后我直接呢把这个面送进 Custom Preview 的 Geometry， 然后把这个颜色送进 Material 里面，这样的话就做好上色了。好，我们可以回到前面这边，在这个目标点的这个 List Item 这里，我们可以试着拖动一下，你看你整个范围就会跟着改变，然后点也会跟着跑，有没有？好，那如果觉得这个范围太大呢，你可以把这个范围呢，你就把它改小一点，我们把它改成5好了。好，这样就比较小。然后这个圆呢，它其实只是方便我们去做这整个范围界定的一个观看而已。你看它后面这边我们是没有接任何东西的，所以你也可以先把它关掉，这样。然后在刚刚最一开始的影片里面，我除了针对这个范围里面去做8边形，跟外面是4边形的筛选之外呢，我在这个范围里面，同时又做了另外一个事，就是它到这边从这边到这里，它是有一个渐变的效果的。那意思是说呢，我们一样只要利用这个 distance， 我们来将它做这个距离的这个
缩放，然后把它送进这个 polygon 的这个 radius 里面，其实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直接将这个 dispatch 往上复制一个。好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筛选的是这个距离，我们直接把这个距离呢送进 dispatch 的这个 list 里面。然后这时候呢，它就变成是说，在 list A， 也就是 true 的这里呢，我们会保留的是所有小于5的距离的数值。然后在 B 这里呢，我们会保留的是大于5的距离。所以这个时候，我们只要把小于5的这个距离，我们把它直接把它送进这个 polygon 的 radius 里面就可以了。但是呢，它的这个数值其实会比较大，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针对这个数值去做一个缩放。那这时候我们直接把它同时给它乘以一个数值就可以了。我们在这边选择这个乘，好，我们把它同时乘以个0.1，这样它就会同时都变小。好，我们这边给0.1，然后把它送进相乘的这个 B 里面。这样我们全部这个距离的数值都变小了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再直接把这个数值送进 polygon 的这个 radius 里面，我们把它替换掉。好，你看它就改变了。你看它这边变橘了，他说我们这个多边形它的这个半径不可以是0。那为什么会有0呢？因为它这一笔资料它这边是重叠的，所以不管你怎么样乘0跟其他数字相乘，它一样都还会是0。所以它这边在这个半径的这边判断里面，它就会给你告诉说这边有一个资料是缺失的或者是不完整的，但它这个其实并不会影响我们去做做运算。那我们这时候可以用另外一个做法，我们到 Math 底下这边，我们选择这一个 Remap Numbers， 在这个位置。这个的话呢，是将你的一个数值，它去重新做缩放。那它缩放的话呢，可能它是变成是说，我们可能有一个目标来源值，我这个值的最大值到最小值可能是1到10，然后我想要把它缩放成1到5，或者是1到20这样。所以呢，这个的话 ，value 就是我们所有来源的值，也就是我们等一下在这边所测量到了每一个距离。然后这边有一个 source， 它这边会需要说我这个每一个这个距离的最大值到最小值。然后 target 的话呢，就是我们想要把它缩放成目标的那个最大值到最小值是多少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它这边是需要 domain 在 source 这里，所以呢，我们一样把刚刚有用到的这个 bounce， 我们把它取出来。我们这时候呢，我们要取的是已经筛选完过后的这边这个值的最大值到最小值。这个 bounce 的话是筛选前的，我们要的是筛选后的，所以我们这边再给它一个新的。那呢，我们直接把这个 list A 把它送到 bounce 的这个 numbers 里面。好，我把它稍微往这边移一下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 bounce 送进 remap number 的这个 source 里面。那我们要整理的这个数据就是这个 list A， 我们一样直接把它送进来。然后在 target 这里，你看它这边预设是把它缩放成0到1，那这有点太小了，我们把它创造一个新的 domain， 我们在这边选这个 construct domain， 在这个位置。好，我把它往上移一点。好，那这个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创造一个自定的 domain， 在这边一样有选一个最小值，或者是起始值跟它的终点值。它这个起始值不一定要是比较小的哦，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试一下。那我们在这边呢，我们用给 slider 的方法，我们这边先给它个 0.01 好了。好，我们直接把它送进起始值，然后我们在这个末端值呢，我们给个0.3。好，一样我们把它送进来，然后我们把它送到这个 remap number 这个 target 里面。这个的话是我们要缩放的目标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它这边 map 就是它已经缩放过完的这个数值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送进这个 polygon 的 radius 里面了。把它稍微移过来一点。好，我们把它送到
polygon 的 radius 里面。好，这样子的话呢，你就看到这个就不会再是橘色，因为它没有那个0的数值了。因为这时候呢，它原本最小的是可能像这边是0到 4.4， 然后我们要把它缩放成最小值是 0.01， 所以也就是说原本的这个0呢，它就会变成 0.01， 然后它这个最大的 4.47 这个值它就会变成 0.3。好，我再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缩放过完的这个值，你看一下它的 bounce 就是 0.01 到 0.3， 所以它那个0的值就已经被缩放成 0.01 了。好，那这个的话呢，就是我们新的这个多边形的半径。那你可以试着调整一下，它的值就会跟着改变。那它这个最小值跟最大值呢，其实是可以做相反的也就是说，我原本这些数值呢，我越大的，我可以把它缩放成是越小的值；那越小的，我可以把它换算成是比较大的值。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0.01跟0.3，我们把它交换，就变成是说我原本距离比较远的这几排反而变成是比较小的，中间比较近的呢反而变成是比较大的。也可以回到前面这边试着调整一下，也是会有一些不同的效果。好，那这是今天的案例。好，我们来回顾一下。今天呢，我们先创造了一个网格，然后利用网格跟这个目标点位的距离呢，我们透过 dispatch 这个电池来将它做筛选。然后我们在一个范围的界定内，我们来做8边形，然后在范围的界定外呢，我们来做4边形。然后我们有透过这个 remap number 来针对这个距离值呢做一个缩放，然后也了解到如何利用 construct domain 来创造一个我们自定的这个范围值。那最后呢，我们有将整个目标来进行上色。那这是今天的案例，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或分享哦。